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纸箱直播爆红寒酸设备藏顶流真性情。那天晚上，诚意的直播画面突然卡顿了，屏幕那头，他手忙脚乱地调整着纸盒垫高的笔记本电脑。身后灰扑扑的纸板背景被粉丝们截了图，转眼就冲上了热搜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在莲花楼里演活李香怡的顶流演员，直播设备竟比普通网红还寒酸。飞机和当电脑支架的细节被扒出来时，粉丝群里炸开了锅。这哥该不会为了直播现买的电脑吧？有眼尖的果果发现包装盒上的胶带还闪着新盏盏的光。更让人破防的是，当镜头不小心扫到角落，矿泉水瓶改装的简易补光灯明晃晃地戳在桌角，这哪是明星工作室，分明是大学生宿舍级别的配置。可诚意压根没在意这些。直播到深夜时，他突然凑近镜头，通红的眼眶把粉丝们吓了一跳。抱歉啊，又让大家陪我熬夜。他搓了把脸，声音里带着砂纸般的疲惫，嘴角却还挂着标志性的括弧笑。这句话像颗柠檬糖，酸的小花当场红了眼眶，又被他偷偷塞进掌心的温柔甜得发颤。这场景莫名让人想起去年夏天，横店40度高温天，他蹲在消防通道里直播，汗水把戏服浸得能凝出水来。场务拿着小风扇在旁边急得跳脚，一哥，咱挪不去化妆间成不？他摆摆手，刘海粘在额头上，还跟粉丝开玩笑，这儿接地气，李香怡当年闯江湖连电扇都没有呢。熟悉诚意的人都知道，这位横店打工人的日常画风永远这么魔幻。别的明星晒高级定制，他穿着50块钱的拖鞋在片场晃悠，别人发9宫格精修图，他直接对脸拍素颜早安视频。有次粉丝接机，眼尖的发现他行李箱绑带断了，用根红绳系着，活像过年回村的务工青年。但你说他抠门？拍英雄志时自费请武术指导加练，为莲花楼提前半年研读原著做人物小传，这些事儿他半个字没往外说。就像这次简陋到心酸的直播，工作室后来放出花絮，他反复调试的角度只为让粉丝看清他眼睛。果果们说喜欢看我眼睛说话，这种骨子里的较劲让人想起老辈艺人常说的戏比天大。现在多少演员带着8个助理进组，诚意导好，揣个保温杯就能在片场泡整天。导演喊卡，他还在跟五指比划动作，道具组收工，他蹲在旁边研究剑穗怎么绑更飘逸。有场雨戏连拍18条，他浑身湿透却乐呵呵，再来。刚才转身角度不够漂亮。粉丝们总说粉诚意像在玩真人版养成游戏。3年前他直播还会紧张到搓衣角，现在能对着100万观众即兴唱梆子戏，从前被黑粉攻击就躲起来，如今会拿着恶评截图跟果果们调侃，这段子编得不行，我教他们怎么写啊！这种糙汉式温柔最要命，明明自己过得像苦行僧，偏要把所有甜都捧给别人。爱奇艺会员节那晚，当其他明星的炫酷特效霸屏时，诚意的纸箱直播间意外成了流量黑马。没有闪光灯加持，他眼角笑出的细纹在镜头里格外清晰，缺了专业打光，反倒让人看清他说话时瞳孔里跳动的光。有路人粉发弹幕，这哥活得像上世纪老艺术家，立刻被顶成热评。毕竟现在肯用纸板当背景的顶流，比大熊猫还稀罕。小花后来在超话里写，喜欢诚意就像在水泥地里种花，你永远猜不到他下次能有多寒酸，但每回以为到底线了，他偏能从尘土里开出花来。就像这次直播，简陋背景反而让他的专注格外耀眼，像黑夜里的萤火虫，屁股上那点光就够照亮整片夏夜。
考古粉翻出他早年微博，发现这抠门属性早有端倪。2025年晒的豪华晚餐是泡面加蛋。2025年杀青照里穿着破洞 T 恤。最绝的是去年生日，粉丝集资送应援，他反手把钱捐给山区小学，自己晒的庆生照里，蛋糕只有巴掌大。果果们又气又笑，哥，咱好歹切个6寸的。但神奇的是，这种穷酸人设反而让观众越看越上头。有业内人分析，当娱乐圈充满人造糖精时，诚意这种粗粝的真实感成了稀缺品。就像吃惯米其林的人突然尝到柴火饭，那种带着锅巴香的踏实感，是再精致的摆盘也替代不了的。直播结束前，诚意突然对着镜头比心，纸箱跟着动作晃了晃，他手忙脚乱扶住的样子让60万人同时笑出眼泪。这个瞬间莫名让人想起《莲花楼》里李香怡的台词：“江湖不在高楼广厦，在天地人心。”现在想想，诚意大概是把这角色演进了骨子里，陋室如何，纸箱又如何？心中有光的人，蹲在垃圾站都能照亮半条街。本新闻旨在引导公众树立正确价值观，如发现内容有误或涉及权益问题，请及时联系我们修正。老实人诚意如何一步步走出顶流之路？8月的荧屏热闹非凡，各大流量新剧轮番登场，却唯独少了900万剧迷翘首期盼的诚意新作《赴山海》。从8月预热到暑假档落空，再到疑似定档8月，网友纷纷表示被溜麻了。该剧融合了穿书、武侠等多种元素，构建了一个充满热血与成长的江湖世界。诚意在剧中一人分饰3角，他是现代社畜萧明明，是热血侠客萧秋水，也是暗黑枭雄李晨舟。片花里，他一袭古装，英姿飒爽，打戏行云流水，瞬间唤醒了观众对2025年爆款角色李香怡的记忆。彼时的他凭借这一经典角色火遍全网，成为男频赛道毋庸置疑的顶流大男主，风光无限。但近2年，除了角色之外，诚意的名字鲜少出现在热搜榜上，仿佛消失在娱乐圈的喧嚣之外。没有刻意炒作的话题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，只是默默扎根于角色，用每一次的投入演绎，为角色注入灵魂，在角色中燃烧着自己对表演的赤诚热爱。但这样老实的诚意在娱乐圈真的能有出路吗？坎坷的来时路，没天赋，没背景，别混娱乐圈。这句略显残酷的话里藏着的辛酸，或许早年时期的诚意最能感同身受。他出身于普通家庭，怀揣着演员梦一路拼搏，好不容易考上中戏，本以为能就此开启演艺坦途，可踏入演艺圈才发现，这里科班出身的俊男劲女如过江之鲫，自己不过是被淹没在人海中的普通人。早期试戏时，诚意常常遭受冷遇，最刺痛他的一次是某导演当面断言他不适合演戏。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刃，狠狠扎碎诚意的自信，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但诚意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他还是选择咬牙坚持自己的演员梦，继续辗转于不同的剧组跑龙套。没戏时，他就躲在片场的角落观摩前辈们的表演细节，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养分，融入每一次的表演中。哪怕只是演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，他也会用心揣摩，认真对待。这份执着让导演都坦言，努力到让人心疼。而这份看起来有些傻气的认真，却让诚意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，悄悄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力量。2025年，古装剧《青云志》大爆，其中大咖云集。当时还是娱乐圈小透明的诚意，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细腻入微的演技，成功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争取到了剧中男2号这一重要角色。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诚意却因此遭遇了严重的网暴。有不理智的网友拉踩他的长相，造谣他加戏，
也有偏激的书愤怒斥他根本不配演林惊羽，甚至还有人追到线下，在发布会现场闹事。面对这一场场的闹剧，程毅坦言有些难过，却也表示理解，因为作为艺人，承受舆论压力也是其职业特性之一。他不为自己争辩，只是默默在角色中耕耘着，期待被看见的那一天。然而，娱乐圈远比想象中更加残酷。因与前经纪公司的合约纠纷，导致程毅的资源衔接出现空窗期，甚至在《青云志》播出后的1年多时间里都处于无戏可拍状态。即便有角色正在接触洽谈，也常常会在签约前一刻被资方随意替换，毫无保障可言。这样的日子如同无尽的黑夜，让程毅深陷在痛苦之中。好在命运并未一直亏待他。2025年，程毅终于等到了黎明的曙光，迎来了自己的翻身之作《琉璃》，用演技托底的老实人生。2025年盛夏降临，《琉璃》的时事虐恋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剧中，程毅凭借俊美的古装扮相、极具感染力的破碎感演技，以及层次丰富、细腻入微的哭戏，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。默默跑龙套数年的程毅尝到了一夜爆红的滋味，他被称为新一代古装男神，成功跻身当红小生之列，一时间风光无限。但随着人气暴涨而来的是无休止的风暴。在琉璃云歌会上，程毅与剧中女主角的避嫌互动引发了轩然大波，一众 CP 粉纷纷破防，怒斥他忘恩负义，不尊重搭档。这场所谓的直播拆 CP 风波，让程毅一夜掉粉无数，长达3年的网暴几乎将他淹没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内娱电视剧宣传炒 CP 竟成了行业内约定俗成的流量密码，仿佛不炒 CP 天理难容。在这个热衷于炒作的大环境中，程毅将戏里戏外分得很清，这本来是专业演员的正常行为，结果却被外界视作难以接纳的异类作风。程毅不刻意营销的纯粹行事风格，与整个圈子显得格格不入，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某些人的眼中刺。面对诋毁，他放下网络，投身角色，在舆论风暴中用作品给出最铿锵的回应。2025年，程毅携莲花楼强势回归。从意气风发的天下第一到身体虚弱的市井游医，程毅以细腻的演技将人物的2种反差状态诠释得淋漓尽致。李香怡的眼神里永远跃动着少年人的自信光芒，而李莲花的眼神中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历经沧桑的悲凉。在他的用心演绎下，角色疯狂长出血肉，成为了新式武侠剧中的又一经典人物，也成为了他的又一代表角色。在流量至上的娱乐圈，程毅活成了一股清流。当其他明星在红毯上争奇斗艳时，程毅带着他紧张到顺拐的步伐，拘谨地踏上了红毯，与剧组里从容拍摄134天不喊累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当同行们转战直播赛道，赚得盆满钵满时，他选择逃离纷扰，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琢磨演技。这种笨拙背后，是程毅对演员职业的虔诚信仰，对观众的用心负责。从龙套到顶流，14年间，程毅用伤痕做铠甲，以热爱为利刃，在喧嚣的名利场中辟出一条老实人的征途。尽管这条路上布满了荆棘，也洒满了汗水与泪水，但他始终坚信所谓出路，从不在热搜的泡沫里，而在与每一个角色共鸣的瞬间里。当浮华散尽，唯有用心雕琢的角色能够穿越时间，成为永恒。